1945年4月，德国的春天还没有到来，在一片肃杀的原野上，一个灰头土脸的士兵正在拼命地奔跑着。他的身后是一辆德军的装甲车，车上的德国宪兵嬉笑着，喝着酒，吹着走调的号角，随意朝前开着枪。追逐逃兵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游戏，然而对于那些逃兵来说却是生死角逐。逃兵从一望无际的旷野上逃进了树林里，装甲车上的宪兵醉醺醺地下车，继续追逐着。逃兵磕磕绊绊地跑到一棵大树下，发现这棵树的根正好形成了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洞，他毫不犹豫地蜷缩进地洞，身后的宪兵也追了上来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最终他并没有被追兵发现。逃兵名叫赫罗德，是一名年仅19岁的德国军人。此时正是德军全面溃败的时期，德国军队人心溃散，因此出现了许多逃兵，赫罗德就是其中的一员。逃出升天后，赫罗德遇到了另一位逃兵赖塔格，两人结伴而行。夜里来到一个村子，饥寒交迫的两人决定在村子里偷点吃的。然而在行窃时，赖塔格被村民发现，赖塔格心一软，没有立刻杀死村民，却被村民反杀。赫罗德侥幸逃脱。在平原上，他看到了一辆抛锚的吉普车，拉开车门，后座上有一个皮箱，皮箱里有食物和一套德军上尉制服。对于赫罗德来说，这是救命的皮箱。吃饱穿暖后，赫罗德洗净上身，换上这身军装，擦去脸上的污秽，立马从狼狈的逃兵形象变成了威严的上尉，并对着空气开始扮演起上尉，仿佛抓住了一个逃兵训斥着。这时迎面走来了另外一位逃兵，对方明显是个老兵，资历比他高，但是见了赫罗德，却对着赫罗德标标准准地敬了一个军礼。原来对方真把他当成上尉了。赫罗德很快反应过来，进入状态，开始真正的扮演起上尉的角色。老兵解释自己是溃散兵，精明如赫罗德一眼便看出来，老兵和自己一样是一个逃兵。然而他没有点破，既然开始扮演上尉，还是需要一个跟班，如此一来更加逼真。老兵为了讨好赫罗德，帮他修好了车。赫罗德看出老兵此时已经饥肠辘辘，便递给他一个苹果。冰天雪地里的一个苹果显得弥足珍贵，一个苹果足以换得老兵对赫罗德的忠心耿耿。赫罗德让老兵开车找一个餐馆，路上他偷偷将自己本来破败不堪的伞兵制服丢出窗外。他们来到了附近村庄的旅店餐馆，进入餐馆，赫罗德行了纳粹礼，然而回应寥寥无几。纳粹大厦倾颓之势已经很明显了，连自己的国民都不再信任和尊敬德军，赫罗德显得有些尴尬。于是赫罗德发挥了惊人的骗术天赋，告诉餐厅里的人自己是来统计居民们被逃兵抢劫的财产损失，并且会在上报后归还居民的财产。人们一下对赫罗德热情起来，纷纷报告自己损失了什么。老板为老兵和赫罗德端上食物，老兵吃饭时的狼吞虎咽让老板起了疑心。赫罗德注意到老板审视的目光，于是压抑住心中对食物的渴望，吃得格外慢似条理，像一个真的养尊处优的上尉一般，这才打消了老板的疑虑。深夜，村民们抓住了一个偷窃的逃兵，交给了颇有威望的餐馆老板处理。老板却叫来赫罗德，让他主持公道。赫罗德深知，要想争取周围人的合作，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。权衡利弊之后，一枪崩了这个逃兵，仿佛也杀死了过去那个逃兵赫罗德。由此开始，赫罗德尝到了权力的甜头。虽然他曾经是一名逃兵，但是穿上这身象征权力的军官制服，他就成了执法者，开始决定其他逃兵的生死。老板见赫罗德面色如常，的确是个杀人如麻的狠角色，就彻底放下了疑心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第二天赫罗德就与老兵匆匆驱车离开了这里。一路上又遇到了几个逃兵，赫罗德都凭借着自己的演技和口才将他们收服，组成了一个特遣队。所有人都对赫罗德上尉身份深信不疑，唯有一个逃兵从赫罗德不合身的裤腿看出了端倪。然而他并没有拆穿，因为当逃兵是死罪，只有被其他长官收编，他们才能逃过一劫。至于这个长官是真是假，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。一切就这么滑稽而怪诞地组合着。特遣队在路上行进时被一个宪兵队发现，宪兵队要求检查每个人的士兵证。赫罗德有些紧张，毕竟他的士兵证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是普通士兵，而不是上尉。赫罗德急中生智，与宪兵队的人争执起来，声称自己是元首希特勒派来处理逃兵事宜的，如此搬出元首来压制宪兵队长。宪兵队长被赫罗德的气度震撼到，赫罗德成功逃过一劫。接下来，宪兵队长带赫罗德前往最近的2营处理逃兵事宜。这个营地里关着不少逃兵与罪犯，党卫军和国防军的领导舒特想就地解决这些犯人。然而营地内司法部门的官员认为，一切要等军事法庭到来，经过司法审判后再决定如何处置犯人。不过他们等了很久，也没有等来军事法庭的官员。
此时冒充上尉的赫罗德让舒特看到了希望，舒特向赫罗德提出可以立刻处决犯人的请求。赫罗德顺杆而上，解决问题的手法非常简单粗暴，挖个坑将这些犯人杀了埋了。毕竟他只是一个逃兵，不是什么司法官员，这是他唯一能想出的方案了。然而这一行为却触犯了营地里其他人的利益，有人对赫罗德这个空口无凭的上尉身份起了疑心。然而德国高层管理的混乱以及赫罗德自称是希特勒授予的权利，让赫罗德的权限被高层彻底落实，就算有所怀疑也是看破不说破。自此赫罗德在营地里成为了一把手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当内心的恶魔失去束缚，这个人必将走向极端。赫罗德任由营地的人对逃兵施虐殴打，看着眼前的惨象，他仿佛忘了不久前他也是一个被追杀的逃兵，改变他命运的不过是身上这一条制服。赫罗德决定处决逃兵，让行刑队将犯人与逃兵推入深坑，用重机枪扫射，一条条鲜活生命在他眼前熄灭。他捂住耳朵，彻底失去了人性。杀戮后的狂欢在夜晚举行，晚宴上众人还请了2名会才艺的逃兵来表演喜剧节目。推杯换盏间，赫罗德意气风发地发表演说，他开玩笑似的说了句其实自己的制服是捡来的，但是没有人相信他，大家笑作一团。没人需要一个真正的上尉，大家只需要一个可以下达命令，让他们完成那些他们本不能做的恶魔行径。至于他的身份究竟是上尉还是逃兵或是恶魔，没人关心。然而军营中总有看不过他们暴行的人，心怀正义之士与赫罗德的特遣队打了起来。赫罗德带他们来到室外，将4名逃兵绑在一起，命令他们逃跑。4名逃兵跌跌撞撞地在泥地上跑着，赫罗德对着他们开枪，看着幸存的人拖着倒下的人吃力地前进，杀人变成了一种游戏娱乐。赫罗德将枪交给了身边的2个喜剧演员，一个颤颤巍巍地开了枪，另一个接过枪对自己开了一枪。人在疯狂的环境中往往会迷失自我，至此营地里剩下的全是恶魔。很快盟军的轰炸机飞到了营地上空，营地被炸毁了。废墟中赫罗德带着幸存的恶魔跟班们离开，对他们任意封赏，组成了一个赫罗德临时法庭，穿梭在处于权力真空区的城市中。经过了杀戮的洗礼，他们已经完全泯灭了人性，在城市中作威作福，将那些想要对盟军投降的德国军民以叛国罪论处，肆意搜刮抢掠，酒肉、美女、豪宅全都为他所有。不服管教的手下也被他随便找了一个名义清洗掉。此时的赫罗德甚至没有了同僚的掣肘，完全成了当地的土皇帝。他也终于享受到最高权力带来的快感。这种逍遥的日子，直到真正的德国宪兵将其逮捕，才终于告一段落。这一次，赫罗德没有那么好运的能够逃脱，被送上了临时军事法庭。军事法庭发现了赫罗德冒充军官的事实。可是又有什么用呢？盟军随时可能占领柏林。一名审判人员觉得赫罗德虽然罪孽深重，但他能犯下这些罪行，也意味着他的能力出众。这样狠毒果断的能力，不正是即将战败的德国所需要的吗？与其处死这个冒牌上尉，不如把他送到前线去当炮灰。赫罗德见审判有转机，立刻高呼纳粹德国万岁，还大义凛然地表示我愿意为国捐躯。最终赫罗德被特殊释放并委以工作。然而一旦成了恶魔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他无法承受军队的束缚，再一次的选择逃跑。他逃到了一个树林中，仿佛他最初逃出升天的那个树林。树林里遍地是骷髅，那些骷髅就像是他下令杀死的那些逃兵。他每杀死一个逃兵，就如同杀死一次过去的自己。最终他在数百具尸骸中成为了如今的魔鬼。而这一切的起源都是一套制服，送上了一个颇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彩蛋。赫罗德和他的临时法庭穿越到了现代德国，在城市街头招摇过市，玩起了行为艺术。赫罗德和手下们坐着吉普车，穿着2战时的旧军装，向人们挥手致意。起初看起来还很滑稽，可是当他们对路人肆意搜身，并且抢夺手机、钱包等财物的时候，恐怕谁都笑不出来了。历史终究是严肃而残酷的。如果没有最后这个彩蛋，人们也许还会觉得这个赫罗德真的娘的是个天才。只有当灾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时，人们才会明白历史真的不是在开玩笑。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改编自2战时期的真实事件，赫罗德最后是死是活导演没有呈现，但历史上的赫罗德在德军战败投降后，因为偷东西被英军逮捕，最后英方发现此人正是身负200条人命的通缉犯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，死时不过23岁。故事到这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